现在，真正改变世界的进展开始同时发生在多个底层系统，并且彼此产生协同效应。人工智能的算力需求正在逼近能源极限，全球能源结构正在被重塑，太空不再只是探索目标，而正在变成基础设施的一部分。就在2025年，多个研究团队已经开始严肃讨论太空太阳能、电力无线传输、轨道及算力中心的可行性。这些过去属于科幻小说的概念，正在被纳入现实工程规划。而在所有推动这些变化的人当中，有一个名字几乎无法绕开，那就是埃隆·马斯克。当我们谈论马斯克时，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 Tesla 的 CEO、SpaceX 的创始人、世界首富。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，其实是严重低估了他正在做的事情。马斯克真正的角色是一个试图系统性重构人类文明底层逻辑的人。他思考的问题是人类这个物种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。通过 Tesla、SpaceX、Starlink 在 Neuralink 一系列公司，他正在搭建的并不是几家互不相干的商业实体，而是一个高度协同的生产力矩阵，一个完整的文明升级系统。要理解这套系统，我们首先要理解人类文明目前所处的位置。1964年，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肖夫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等级理论。他认为，衡量一个文明先进程度的核心指标是对能源的掌控能力。1级文明能够完全掌控母星及其卫星的全部可用能源，2级文明能够利用整个恒星系统的能量，3级文明则能够调动整个星系的能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类文明目前的位置其实并不高。根据能源消耗计算，人类的卡尔达肖夫指数大约只有 0.73， 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进入1级文明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首先是能源结构。直到今天，人类仍然有超过 80% 的能源依赖化石燃料，而这些资源在几十到100-200年内就会见底。其次是利用效率。地球每时每刻接收到的太阳能约为173000太瓦，而全人类的总能耗只有18太瓦，但我们真正利用到的比例连2%都不到。再者是生存结构，我们整个文明被压缩在一颗行星上，一次小行星撞击，一场全面核战争，都有可能让文明直接归零。在传统预测中，从 0.7 级迈向1级文明可能需要100到500年，而马斯克的目标是把这个过程压缩到50到100年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能源和太空如此执着。很多人听过戴森球这个概念，那是一种理论上的超级结构，通过包裹恒星捕获几乎100%的恒星辐射能量。但戴森球的问题在于，它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建造，需要拆解行星级别的材料，建造时间以1000年计算。马斯克选择了一条现实得多的路径，那就是太空光伏网络。Starlink 表面上是一套全球互联网系统，目前已经在轨运行了数千颗卫星，但它的深层意义是为人类未来的太空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铺路。与其在恒星表面建造不可思议的巨型结构，不如在近地轨道部署大量太阳能收集单元，把恒星能量转化为电力，再传回地球或直接用于太空系统。太空光伏相比地面有着几乎碾压性的优势，它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日照，不受昼夜影响，没有大气层损耗，能效直接提升3到4成，不受天气影响，输出稳定可预测。更重要的是，太空是真空环境，散热效率极高，非常适合未来的 AI 算力中心。从技术路线图上看，这并不是空想。2024年到2028年 Starlink 正在向第2代系统升级，并在轨测试能源相关技术。2028年到2035年，专用能源卫星将开始部署，尝试通过微波或激光进行能量传输。到2035年到2050年，大规模太空光伏阵列有望成型，为地球提供1成到3成的能源，同时支撑太空算力系统运行。配合 Tesla 的储能体系，包括工业级的 Megapack 和家庭级的 Powerwall， 一个以千瓦时为核心单位的新经济系统正在成型。这正是人类从 0.7 级迈向1级文明所必须的能源基础。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劳动结构。马斯克多次公开预测，在2045年之前，绝大多数传统工作岗位都会消失。这并不是情绪化判断，而是基于 AI 能力的指数级增长。
以及机器人硬件成本的快速下降。Tesla 的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已经展示了稳定行走、抓取、精细操作等能力。它的长期目标成本是2到3万美元一台，并且还会持续下降。一旦成本降到1万美元以下，并实现100万台级别量产，机器人将可以完成绝大多数体力劳动和重复性脑力劳动。这将带来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危机，那就是人类的身份认同危机。智人进化20万年来，大脑的奖励系统始终与劳动绑定，完成任务获得多巴胺，职业定义社会身份，工作提供生活意义。一旦工作不再是生存必须，人类将不得不重新回答一个问题：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研究已经显示，过早退休人群的抑郁风险明显上升，认知衰退速度也会加快。这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心理和哲学问题。但从长期看，人类很可能进入一个不需要工作也能富足的时代，一种高收入的全民基本保障状态。工作将彻底转变为兴趣和创造，而不再是生存手段。这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体系将面临挑战。马斯克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判断：金钱本质上是分配人类劳动力的信息系统。当 AI 和机器人提供近乎无限的劳动力，且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，货币的基本功能将逐步失效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真正的终极货币只有2个：能源和算力。能源是宇宙的基本货币，可以转化为任何形式的工作，且受物理定律约束，无法凭空创造。算力则是能源经过加工后的高级形态，是 AI 时代最核心的稀缺资源。能源可以转化为算力，但算力无法逆转为能源，这符合热力学第2定律。Tesla 的能源体系正是在为这种未来经济形态做准备。你屋顶上的太阳能板每天产生的多余电力，本质上就是你的收入。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以千瓦时为单位的国际能源清算体系，重塑全球金融结构。很多人误解火星计划，认为那是富豪的逃生舱，但马斯克的态度一直很明确：火星不会舒适，甚至极其危险。它的真正意义是文明备份，就像计算机的 RAID 系统一样。地球是主盘，火星是备份盘。一旦主盘损坏，文明的数据仍然存在。2026年是这个计划的关键节点，那一年是火星冲日窗口期，地球与火星距离最近。同时 Starship 目标发射成本低于每公斤100美元，这相比传统火箭是100倍的下降。这意味着跨行星文明第一次在经济上变得可行。与此同时，马斯克对信息系统和AI安全的思考也在同步推进。当我们把这些拼图放在一起，就会看到一台正在运转的文明发动机。能源系统提供动力，交通系统实现扩展，信息系统传递认知，智能系统进行反馈优化，最终形成自循环。2026年可能是这台发动机全面启动的一年。马斯克真正做的事情有3个层面：物理层面，解决能源、交通和生存问题；精神层面，重燃人类的探索欲，对抗虚无主义；哲学层面，回答一个终极问题：人类为何存在？也许答案并不是为了消费，也不是为了享乐，而是为了探索宇宙，理解宇宙。人类是宇宙用来认识自己的方式。当我们仰望星空时，这条通往群星的道路已经在悄然铺设。问题不再是它是否成功，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参与其中。因为文明的升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业，而是一个物种的选择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